家人都离奇消失，家里只有我和妹妹相依为命。我把几个月大的妹妹养到了4岁，直到有一天，妹妹被人拐走了。寻遍了乡里十里无果后，我离开了小龙武村，踏上了寻亲之路。或许这本就是命运的安排。我赶上了华夏股市的便车，凭借着惊人的天赋登顶。20年后的我财富自由，而就在几分钟前，我带着团队做空了整个金融街。一群不明武装人员忽然出现，把我绑到楼顶扔了下去。一阵失重感后迎来的没有剧烈的疼痛，却发现自己重生到了1989年4月1日，这是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天。妹妹等着哥哥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让人把你带走。12，你这是？是，您刚有没有看到我家慧慧？慧慧，这不上午还在那边玩得好好的吗？不是，你最后看到她是在哪里？快告诉我。想起来了，在稻田里。当我从地里回来，遇到了周秀萍，她抱着慧慧说是要去地里摘黄瓜。12啊，这个周秀萍你可得注意点了，别不当回事。我真见过她拿针扎慧慧，这会抱着鬼鬼祟祟的准没好事。是，此时我必感恩您老的大恩大德。我急匆匆地冲向了稻田，心脏都快要炸裂了。周秀萍，你个杀千道的，你特么就是个畜生！你儿子靠着我在市里买别墅买豪车，你60岁就到市里过着不穿吃喝的生活，80寿终正寝，老天爷瞎眼了吗？让这种人的人生居然能圆满，前世天没收你，这一世就让老子让你入土为安。小河旁，周秀萍正威胁着一个不过4岁的小女孩。小可爱，再问你一遍，今天跟不跟我走？我不跟你走，我要找哥哥。你个恶毒老巫婆，我只想要哥哥。你要你哥哥？你哥哥能养活你吗？我给你找个好人家，天天吃肉吃白米饭不好吗？你别给我废话，我都是为你们家好。周秀萍穷凶极恶地看着慧慧，眼看周秀萍要对姚慧出手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何12终于赶来了。远远的，他看到了周秀萍对慧慧动手动脚，整个人已经失去了理性，飞速冲了过去。周秀萍，你个杀千刀的敢动我妹妹！何12一个快步，一把抓着她在水沟里一顿一顿打，朝她脸上一连呼了10几个巴掌后，还不解气，又一把抓着她头放到水里了。那张恶毒的肥脸被何12按在淤泥里疯狂的摩擦。这一刻，何12是真要杀了他。上我家鱼塘，去我家菜地，你到处造谣说我爸偷过你家3块钱，你还到处说我妈和谁谁谁勾搭，用针扎我妹妹。我没证据，我打不过你一家人，但你特么得寸进尺，现在竟然想要带走我妹妹，还想欺负我妹妹，新仇旧恨，不杀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怎能泄我心头之恨？姚慧望着哥哥哇哇大哭，妹妹从未见过哥哥这样，哭着喊：哥哥，你打死他了，会被警察叔叔抓走的。慧慧不要哥哥被抓走，慧慧就没有哥哥了。哭声让何12的人性逐渐回归，回头看了一眼浑身补丁瘦弱的妹妹，脑子稍微冷静了下来。对，杀了这个畜生，我也要把命赔上。我是个死过一次的人了，不怕死，但我死了我妹妹怎么办？即便是现在杀了这个畜生，又怎能泄我心头之火？我要慢慢的玩死你们一家，让你们一家这一世不得善终。还有你儿子你老公，我杀你一个怎能够？何12停止了手上的拳头。周秀萍赶紧挣扎着爬到一边，看何12像是见到了一个厉鬼，哆嗦着：你刚刚是真要杀了我吗？如果不是我妹妹，但凡有一点可能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。记住，从这一开始，你们一家必凄惨。别急，这一世我有的是时间和你们家玩。何12的心已裂开，一把抱起了慧慧，双眼泪水挤出。妹妹，是哥哥不好，快告诉哥哥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哥哥不哭，慧慧没事。哥哥，以后我一天只吃1个土豆，你就可以养活慧慧了。慧慧不要白米饭，只要哥哥。我的好妹妹，这一生哥哥会让你过上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企及的生活，打断一条腿算是轻的，以后再动我妹妹一根头发，我直接交代了你。说完抱着何姚慧离开了。周秀萍感觉眼前这个何12变了个人，变得让她恐惧，像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魔鬼。回到家里，何12望着妹妹熟睡的小脸，救回了妹妹。他觉得比前世所拥有一切都值得。现在摆在面前的难题还是生存，我要赚钱带妹妹离开这个村庄，不然那个恶毒的女人又把妹妹拐走了怎么办？眼下家里一穷二白，赚钱刻不容缓。前世1990年才开始抓住了股市风口发家，重生早回了几年，这点暂时行不通。此时一条空手套白狼的发家计划在何12的脑海中马上形成。何12拍了拍脑袋，对了，我怎么能把我这兄弟给忘记了？第二天，何12把3个老母鸡挑在肩膀上，牵着妹妹去镇上给卖了，换了8块钱，给妹妹买了几根油条。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油条的味道。而后兄妹俩进了龙平镇国营皮鞋厂。他今天过来找的人是和他一起长大的王建国，他是这个小厂的销售科科长。何12也没有废话，进了他办公室后直接讲了他的计划。兄弟，你要是这么搞不得搞出事啊！我要是这么干了，我们厂长不得打死我！你想让我这铁饭碗丢了吗？建国，你还好意思说是铁饭碗？先说说看你这铁饭碗有多久没有发工资了？上集说到重生后，我就回了当年被带走的妹妹。一穷二白的我想到了一条空手套白狼的发家计划，于是我把家里仅有的3只老母鸡卖了，拿着8块钱来到国营皮鞋厂，
找销售科科长王建国，只因他的老丈人是厂长。建国还说是铁饭碗，你这铁饭碗起码有半年没有发工资了吧？二哥，这口子我绝对不能给你开。老子这科长怎么来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那个老丈人就是个老顽固，我要这么干了，他肯定要大义灭亲把我送进去，老子的幸福也要吹了。短暂沉默后再度开口：来，我问问你，你现在工资一个月有多少？50多块吧，你是知道的。如果我能让你收入翻倍呢？那也不行，我从小是读马列主义长大的，咱们老实本分不乱来。那如果我能够让你收入翻10倍呢？二哥，你疯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一个月赚500块，那得坐多久的牢啊？你别把我往火坑里带啊！成，如果我让你一个月赚5000块呢？那你还跟不跟我干？王建国呼吸急促了起来。在这猪肉几毛钱一斤的年代里，一个月赚5000，2个月就是一个万元户。王建国这个马列主义者也被和12的糖衣炮弹给轰得招架不住了。那你先跟我讲讲，这是你打算怎么干？我把计划和目前工厂、供销社以及炒鞋等整个市场现状分析了一遍，一系列的举措讲下来，王建国的嘴巴目瞪口呆。你还是我兄弟何12吗？我咋感觉你变了个人？前天我们还在田里吹牛，说要把咱龙武村的龙虾卖到欧洲，让洋人开阔一下眼界嘛。怎么你今天又对皮鞋有兴趣了？你又特么吹？建国，我家里的3个老母鸡已经卖了，我已经断了我所有的后路和幻想，你懂我想说什么的？王建国极度惊诧地望着我，兄弟这么多年，他知道那3个老母鸡在我家的地位有多高。你连老母鸡都卖了，真特么疯了！穷人命贱，我受够了穷，我想有尊严的活着。行，我们爷爷以前一起在战场上和小日子玩命，今天我继续陪着你玩命。王建国拿出了一个小本本，沙沙地写了个销售员的职务，然后盖了章。这是你身份证明，你出去跑市场，要是跑到了订单，货我给你安排。但是兄弟，你不能带着慧慧出去跑，别弄得到时候她也跟着一起被抓进去了。妹妹一听要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，眼泪水一下子漫出了眼眶。哥哥，我可以帮你卖鞋，慧慧很厉害的，不要把慧慧留在这里好不好？放心，哥哥不会放下你的。慧慧一定不调皮，一定会帮哥哥卖鞋子。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，平日里爱玩的慧慧，此刻异于常人的乖巧。好吧，既然在厂里干了，就别回村里了。小玉姐那个房间一直都是空着的，我和她去打个商量。不过二哥，小玉姐那边没少打听你的消息，有时间联系下她吧。提起王小姐，我陷入了沉思。那是一个很爱我的人，前世妹妹被带走后，终身不娶的我辜负了她。不想浪费时间了，我背上5双样品皮鞋，牵着小慧慧上了前往县城的拖拉机，来到了县城最大的供销社。跟我记忆中的一样，早些年还人山人海的供销社，现在门可罗雀。来到了卖鞋的柜台前，售货员正在闲聊，一个阿姐看到我讲了句：自己看了，看上了哪个跟我讲价格，没有少的。你要看不上就出供销社，绕个弯那边有很多搞投机倒把的，那货多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没有说话，把自己包里的这几双皮鞋整齐地摆在了柜台上。几人一脸奇怪：你搞投机倒把都到供销社来了？我是国营皮鞋厂的销售员何12。国营厂的销售员啊，我们这多久没有看到了？找我们主任推销的吧？那边绕个弯就是主任办公室，进去的时候手脚轻点，要是看他在睡觉，你就出来，别打扰他。主任挺不容易，天天要往上面替我们要工资。阿姐，我不是来找你们主任，而是找你们的。找我们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一天能卖多少双鞋子？你觉得呢？咱们供销社一天进来的客人也不过3、5个，能有啥销量？你看，要不咱们合作一把行不行？我鞋子放你们柜台卖，要是卖掉1双，我额外给你们2毛钱的提成，卖的越多，我给的就越多，上不封顶。你这不是资本主义尾巴吗？你这小伙子怎么年纪轻轻的尽是这些投机倒把的思想？我看你这账也是假的吧？阿姐显得有些不耐烦，开始轰人：赶紧离开，待会投机倒把办的人过来把你给逮走了，我们可不负责。就是，怎么老有这种人进来搞推销？真疯了，不知道这是供销社啊？我们是拿国家工资的，你让我们跟你们同流合污，那不是给国家抹黑吗？几个女人开始七嘴八舌的轰人，还把柜台上的皮鞋往外面丢。我早就预料到了会是这样，我目的是要来推销。一声不响，我捡起了地上的鞋子走了出去，站在门口对着门前走过的人群大喊：头层牛皮皮鞋，20年国营老厂质量货，原价10块的，现在只要8块，大家快来瞅一瞅。上级说道。我带着皮鞋到供销社谈合作，混吃等死的售货员骂我是资本主义尾巴，投机倒把搞破坏，把我给轰了出来。我直接站在门口吆喝卖起了皮鞋。头层牛皮皮鞋只要8块，大家快来看一看！居然有人敢在供销社门口卖东西，真是牛皮吗？我抓着鞋子使劲地扯了几下。走后门从国营厂里搞出来的，质量好不好？您自个拿着掂量下。我非常热情地把鞋子分发给了围过来的人，当中有个修鞋匠嘀咕了句：还真是牛皮的，隔壁搞投机倒把的那条街，就这质量货，估计得要10块往上走了。小姚会知道哥哥是在赚钱养他，鼓起了勇气，憨憨地说：
伯伯，你买一双哥哥的鞋子好不好？哥哥要赚钱养慧慧，他很辛苦的。你要是买一双鞋子，哥哥就可以买好多土豆，慧慧可以省着吃好多好多天，这样哥哥就不辛苦了。一群大老爷们看着小姚慧衣服全是补丁，一个个心里泛酸。要票吗？不要，给钱你就可以买走。那你这鞋子卖的合法不合法？怎么不合法了？国营厂工资都发不下来了，出来找条活路不过分吧？我们尽量给国家减少负担。小伙子，把投机倒把说的一身正气的，我还是头回见。那行，看在你要养妹妹的份上，给我来一双，刚好明天我要去见亲家。我麻利的帮老头给打包好，因为鞋子比倒爷卖的便宜了3、4块，而且是正规厂拿的货，只用了5分钟，我就把这5双鞋子给卖掉了，赚了25块钱。小伙子，这货能不能多走点后门搞出来？大后天下午我带30双过来，卖完我就走。几个人应和着让我一定要来，就离开了。我抱起了慧慧。今天你帮了哥哥大忙，等会哥哥带你去吃猪肉菜。哥哥，为什么呀？我们不买土豆吗？猪肉不是很贵的吗？慧慧不要哥哥乱花钱。哈哈，以后哥哥会把慧慧养得胖胖的。我们先去里边。说着，我走向了供销社里边的那个柜台。5分钟我在门口卖了5双，按照我刚刚给你们的合作方式，今天你们就有人可以5分钟赚1块钱。要是你们卖力帮我卖1天，不比你们1天工资赚得多吗？我原本以为这些人会心动，结果我错了。切，什么跟什么呀？国家计划经济就是被你们这些倒爷给搞坏的。走走走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就是，别来坏我们心情，我们是吃国家饭的，和你们这些无下限的倒爷不一样。成，信不信半个月之内你们会主动求我拿货卖？好好好，你这小倒爷真没完没了了，赶紧走人，不然我去叫投机倒把办的人过来抓你。柜台上的阿姐讲完后，继续在那里聊八卦，不想再搭理我。供销社现在是一潭死水，即使我的皮鞋能够摆上柜台，这些供销社销售员个个混吃等死，摆上去也不见得能卖掉。我要让这些人看到，认真卖我鞋一定能赚到钱。你因为我赚到钱了，迟早会主动叫我爷。后面2天时间，我带着小姚慧一直在县城里各种调研，给妹妹买了身衣服，买了很大一块新鲜的猪肉，回到龙平镇鞋厂宿舍重生后，我再见王小玉，那个记忆中最漂亮的女孩。我终于明白为何钱是财富自由，但我从未正眼看过身边任何一个女人。二哥，你说啥？你5分钟就卖了5双皮鞋，你还是明目张胆的在供销社门口卖掉的？对，你再给我准备30双，明天我再过去买。这是那5双鞋子的货款。王建国拿过了钱，很是担心。你不是说出去跑订单吗？怎么跑到供销社门口投机倒把去了？这不是长久之计啊！万一被逮进去了怎么办？我又费了一番口舌，讲了自己的计划。王小玉听得一阵入神，感觉我完全变了个人。正当王建国又要巴拉巴拉讲一堆的时候，王小玉开口了。昨天厂长去了一趟县里，主要去讨论工厂工资的问题。很遗憾，我得到的消息是，厂长1分钱都没有申请到，工厂只能靠自己了。既然我们鞋子这么好卖，为何不胆子大点，自己找条出路？我觉得可以尝试下12的方法。王建国沉默了，想了想，反正一头莽到底了，那就这么干了吧。我这就给你去安排货。不吃饭了吗？不吃了，赚钱要紧。无产阶级忠实拥护者王建国丢了这话后没了身影，桌子上就剩下了我和王小玉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小玉的脸上总会挂着一丝慌乱，娇羞不抬头看我，也不讲话，和前世一模一样。你还好吗？王小玉不明白我怎么会忽然这么问，有些拘谨。还行，这几天你很忙吗？怎么一直没来找我和建国？地里事情多。哟，我把这里收拾了下，建国跟我说了，以后你和慧慧就住在这里吧，反正我也就中午过来休息下，房子一直都是空着的。行，谢谢。我望着王小玉，明明有好多阔别几10年的话想说，偏偏就是说不出口。第2天，原本冷冷清清的供销社门口有不少人在等着。当我扛着一个大布包出现时，这群人就跑了过来。对，就是他，我鞋子就是在他那里买的，太狠了，我家老黄狗牙齿都给咬崩了，质量跟铁打的一样。那是真牛皮，不是特么那些倒爷搞的纸皮鞋。我没有想到会引发这么动静，门口混乱的人群再次打破了冷冷清清的供销社。卖鞋柜台的几个售货员愣愣地看着，这不是前几天过来推销的小倒爷吗？这小伙子的鞋子怎么会这么好卖？这时供销社主任刘华强从里面办公室走了出来，眉头紧皱。门口那是干嘛的？吵吵闹闹当这里菜市场啊？小姐，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小倒爷在门口卖鞋呢。什么倒爷？刘主任是最恨倒爷的，他认为供销社为何生意会这么差，还不是这些走街串巷的倒爷给搞的。走出门外后大喊，谁让你们在供销社门口卖东西的？马上给我把东西拿走！你们这些倒爷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都倒到供销社门口来了。上集说到供销社门口堆满了人，都想找我这个小倒爷购买国营厂生产的皮鞋。供销社最恨倒爷的刘华强火气冲冲地喊着，小伙子，你这些包好吗？
就在这里卖血，我看你是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们老百姓捡点漏碍着你什么事了？供销社门口买卖东西，这是目无法纪，马上全给我散了！你是没有听到还是怎么的？我笑着对他说：“稍等啊，领导，再等我几分钟。”刘华强准备过来丢我的鞋子，大爷直接挡在了他跟前。李奶奶的，你丢个试试！你们供销社不卖东西，难道还不允许人家小伙子卖东西了？一个服务老百姓的供销社，愣是被你们弄成了解放前的县太爷衙门，谁进去不是受你们一肚子气的？供销社是国家的，是人民的，我们人民允许这个小伙子在这里卖东西。人群开始各种讨伐，刘华强火冒三丈，几个怕事情闹大的售货员赶紧把他给拖了过去。小伙子，你别怕，今天就算是投机倒把办的人过来，我们也保你。想起这些大老爷作风，我就来气。人群中我不停的道谢，过了10多分钟后，30双鞋子全部卖光。感谢乡亲父老，没有你们照顾小二的生意，小二也只怕早就饿死了。也感谢你们救了我们国营厂，明天我还会来。要是大家还有亲戚要买鞋子的，也可以介绍过来，小二给你们友情价。这话等于是在挑衅，彻底刺激了刘华强。但他看门口那么多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了。等门口的人散了后，刘华强脑子也冷静了下来。这小倒爷刚刚说他是国营厂的，这哪个厂的鞋子呀？整个供销社的销售员也已经炸开了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半个小时，这小伙子就卖了30双鞋，他8块钱一双卖的，这半个小时的营业额就是240。我们柜台今年都没卖这么多鞋子。那个小倒爷说帮他卖1双鞋子，他给2毛钱提成，一天卖30双鞋子，那一天6块提成。1个月180块，我去，我半年的工资。这些鞋柜售货员全都被强烈刺激了。我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，打回国营鞋厂。建国，你马上给我拖一车货过来，我这30双刚刚全卖了。卧槽，兄弟，才去县城多久，居然又这么快卖了？我马上就给你去安排。工厂终于有救了。好，下午3点，供销社门口交货。刚准备走，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老板刚好1分钟，1秒不少，1秒不多。你牛逼，每次打电话都能卡准60秒。那可不是，我白开水可是倒爷接金牌销售，想打60秒就绝对不会是61或59秒。白开水非常得意的丢了1块钱，然后离开了。我对他莫名的感兴趣，好奇的跟了过去。找到白开水时，他正在和一个女人吵架。滚！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老子1个月帮你一共卖了400双鞋，按你老公当时跟我谈的，1双给我1毛钱提成，老子拼了命的干，结果你2口子不认账，你生儿子指定没屁眼。边上的人开始指指点点，骂那对夫妻目光短浅，还有很多人过去拉拢白开水，但白开水在气头上一个都不搭理。我想了想，走了上去和他搭话。兄弟，我也是卖鞋的，作为同行，同情你的遭遇，要不这样，我请你吃顿饭如何？老哥，你这打着什么算盘呢？平白无故请我吃饭干嘛？你这穷的叮当响的，有我算计的价值吗？好像也是，我就一农民，你能图我啥？不吃白不吃，带不带肉菜？10块钱标准，肉菜随便点。那是先说好啊，别打我什么主意。我们进了一餐馆，我让老板按10块钱的伙食标准安排。白开水竖起了大拇指，兄弟仗义，你让我对这冷漠的沧桑人间又多了一丝温暖。你刚说你也是卖鞋的，刚入行不到5天时间。你信了啊？那你可找对人了，我给你传授一点经验啊。这卖鞋呢，你要多方面去揣摩别人看中的点。男的喜欢看质量，女的喜欢看款式，千万别处那王婆卖瓜，自夸自卖，那是最低级的卖鞋方式。一说起卖鞋，白开水开始滔滔不绝，听得我心头一阵震撼。80年代没人去在意顾客想什么，可这家伙竟然懂得揣摩顾客需求，超前的销售思维。白开水已经彻底打动了我。老子在倒爷街卖了1个月皮鞋，吊打一条街。不过最近几天时间，我一直想见一个卖鞋比我还牛的高人。高人？兄弟，你卖鞋的这几天可听说过一个卖鞋高手？第一，他敢背着鞋子在供销社门口供人叫卖；第二，5分钟卖了5双鞋，这创了咱行业纪录啊！没想到白开水嘴里的这个高手竟然是我，一阵尴尬。那人只是侥幸吧？侥幸？你居然把别人的实力当成是侥幸？就在这时，外边有个老头走了进来。还真是你呀，小伙子。老人家，你是？老头蹬了蹬自己脚上的皮鞋。你从后门搞出来的国营厂质量货，你那什么时候有新货来着？我打算送双给我村支书。白开水瞠目结舌地看着我。老哥，供销社门口卖货的那个兄弟原来是你这个侥幸哥呀。我点了点头。运气好而已，今天我又过去卖了30双。卧槽，多长时间卖掉的？半个小时。小弟甘拜下风。我看时机成熟，趁热打铁道。你甘心回去种田吗？怎么甘心？但有什么办法？说好的工资，可到最后1分钱都不给。他们不识人才，要不你跟我干吧，包吃包住，而且我是正规国营厂销售员。至于提成，和他们一样，你卖的越多，我给的越多，甚至都可以当场给你兑现。国营厂的正规销售员，如果你是国营厂的员工，怎么也跑出来摆摊了？看这家伙还有疑虑，我笑了笑。走，带你去看看我的规模。只要你有心想继续搞，我让你发财。一辆拖拉机哒哒哒的开了过来，车子停下来后，王建国跳了下来，紧张的望着我。二哥，真卖完了吗？这是30双鞋子的货款。
你牛逼！我这一拖拉机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整完？2天，整整一车鞋子，把白开水给刺激的热血沸腾。这鞋子我们真的可以卖吗？二哥，这叔叔是谁？呸呸呸！我才19岁，我就是长得比较显老，别叫我叔叔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白开水，路边捡的，以后一起跟我干的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，我胆大包天的行为引起了整个县城的轰动，全县城的人都知道，每天下午供销社对面有个卖鞋的，买5双送1双，卖1双送袜子，凭票可抵1块钱，各种活动层出不穷。每天供销社对面街道上跟赶集一样，围满了人。刘华强观察了几天时间后，他把鞋柜的人叫进了办公室。对面那个小倒爷，他今天卖了多少双鞋子？的80双，又卖了80双。如果我柜台上5块钱出1双，赚2块，80双就是毛利160。供销社每天所需要支付的工资是50块，那这么一算下来，我们不就自给自足，还能有结余了吗？那我还天天跑县政府要啥补贴？主任，今天你去县里那边怎么说的？我们都半年没有发工资了。县里态度很明确，现在没有钱，甚至还有可能要解散供销社。看看你们平常怎么上班的，嗑瓜子修指甲，老百姓来买东西了，你们倒好，摆出一副比谁都大的领导派头。关键你们还看不起那边倒爷街的倒爷，人家1天的销量就是你们2年的销量，你们脸难道不红吗？你平日里不是最恨倒爷的吗？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哼！你还给我狡辩！明天这小伙子要再出来摆摊了，你给我把人家请进来，我要和他交谈一次。重生80年代5天时间，我赚了整整1000块钱。我在县城里买了500多平米的仓库后，还剩下500多块。白开水5天时间赚了40多块钱，感觉像是在做梦，越干越起劲。这天，王建国又拖了一车货过来，有些奇怪地问道：“二哥，你们这几天在外面摆摊，难道就没有一个洪秀章来抓你们吗？”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转行了。什么？这才刚尝到甜头呢，怎么就不搞了？二哥，别呀，我还想存点钱回去盖个大瓦房呢。这几天我看到很多洪秀章从我们这边路过，他们也没有抓我们的意思啊。我问你，县城里最好的地段是哪里？当然是我们牢牢占据的供销社这一块。我再问你，既然这里地段这么好，为什么倒爷不到这里来摆摊？那还用问？当然是怕洪秀章抓人呗。那如果洪秀章现在不抓人了呢？你意思是要不了多久，供销社对面肯定会被倒爷给全霸占？这就是市场的残酷，不想后面一波，肯定要被淘汰。不出我预料的话，明天肯定会有别的倒爷出现在那边。那咋办啊？我昨天还在我老丈人面前吹牛，1个星期内开始恢复生产，1个月之内把库存给全部清理掉。你就是性子不好，不淡定。你们以为我天天在供销社门口摆摊是干嘛？真以为就为了赚这1000块小钱？我最初的想法是把货拿进供销社，然后用提成奖励来刺激那些售货员。但现在想法升级了，我要把这个供销社打造成一个鞋子批发市场。第2天，如我所料，2个胆子大的倒爷摊子就摆在旁边。此时，供销社阿姐杨金花走了过来。小伙子，你这生意挺好的呀。还行，一天卖个180双的，全靠乡亲父老们照料生意。小白，你那今天卖了多少啊？二哥，30双。行，加把劲，咱今天看能不能突破100双。这几天，杨金花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我这边的生意。此刻，她真不淡定了，讨好的望着我。小伙子，那天的事情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阿姐呢也是脾气不太好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要不您到我们供销社这边来下，我们刘主任想要见见你。还是不了吧，你们主任那天要吃人一样，我怕进去后你们把投机倒把办的人给叫过来，把我给扣了。对，真的只是误会，我们主任那人也是心情不好。行了，大姐，回去和你主任讲，我一小倒爷还不如他的法眼，高攀不上，好走不送。杨金花垂头丧气地回了供销社，把我的话复述了一遍。刘华强这回没有狂躁了，想了想，为了供销社的前途，为了大家的饭碗，这个道歉是肯定要有的。刘华强走出了供销社，边上几个倒爷提着东西就跑，比看到了洪秀章还要怕。白开水也本能地抓起东西就准备跑。小子，你怕什么？刘八皮啊，这老头头不记得啊，咱们倒爷街那边多少倒爷被他给举报进了局子。大哥，咱别在他手上跌跟头。行了，人家不是过来抓我们的，是来求事的呀。刘华强带着亲切关怀的笑容走了过来。哈哈哈，小伙子辛苦了，这大热天的看你们卖东西也辛苦，要不去我办公室喝口水？刘主任，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有话直说吧。你那天跟我讲的合作，咱们可以谈谈。你想怎么谈？首先我要跟你道歉，我那天是心情急躁，每天去县里都被训的起飞，希望小兄弟你别放在心上，可以到我办公室谈谈吗？我想了想，答应了刘华强进供销社谈一谈。显然刘华强现在迫切想要改变目前的状况，急切想要跟我合作，讲来讲去就是让我的鞋子摆进来卖，我们利润分成，这些都不是我在意的。听到最后，我打断了他。刘主任，你提出的合作条件我都可以答应，但有几点我需要和你谈妥。12，你讲。第一，拿货价必须是5块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牛皮，现在材料成本涨得这么快，按照以前的3块不可能。第二，
所有销售的产品必须要打我品牌的口号，也就是成熊牌皮鞋。第三，销售员工前期培训日常必须要全权交给我，3个条件缺一不可。刘华强沉默了，可县里已经在讨论供销社承包制了，指定的承包人质疑就是刘华强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自己干，要么滚蛋。自己干，但又能做几个生意？还有这么多人要养，底裤都要亏没啊？所以他没有选择。行，那你跟我讲讲，看你怎么搞，总得有个方案给我吧。我懂的就是他这句话，于是大概的陈述了下思路。龙头县现在的商业状态特别乱，没有一个专类，综合商场跟一个大杂烩一样，供销社的面积有这么大，光卖鞋子也不可能。所以我打算把这里运作成一个鞋服市场，里边只卖鞋子服装，现在存在的其他类商品全部踢出去。刘华强也算是商场老手了，盯着滔滔不绝的我一阵头皮发麻，各种举措，格局大到统一市场，经营上又细到了每一个柜台摆放位置等等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我们供销社面积一共有2000多个平方，你说整合其他产品进来，怎么个整合法？我笑了笑，所以我需要和你签个合同，这个供销社的品牌进驻只能由我引入，而且每个品牌的位置划分也只能由我来确定。刘华强盯着我上下打量，小伙子，我咋感觉被你带进笼子里了？盘活供销社，大家都有饭吃，赚到的钱没进我的口袋吧？亏的人应该是我。你这么一讲，我心里也好受点。那行，我和你把合同给签了。签完合同，我离开供销社，拿着一大摞杂志回了县国营厂。回来后，把王建国给叫了过来，同时叫来的还有技术科科长等人。我手里拿着几本杂志，非常亢奋地讲：现阶段内地工厂的鞋子款式太单一，搞来搞去还是那几款鞋子。可现在已经不是单讲质量而不讲款式的时代了。就当几人听得入迷的时候，边上有一个工人很是奇怪的盯着这边走了过来。何时啊，还真是你兄妹俩啊！五姑说你消失了几天时间，怎么跑我们厂里来了？几人被突然打断，显得有些恼火，全回头看了眼这人。李晓吓了一跳，因为他看到了他们技术科科长还有销售科科长都在。我盯着这人看了半天，终于想起来，这不是周秀萍的侄子李晓吗？他怎么在这里？这李晓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典型好吃懒做的混子。你有什么事情？如果没有，给我滚远点，别打扰我们谈事。对不住啊！李晓离开了工厂，回龙武村后，把这事给周秀萍讲了一遍。你说何十二偷王建国的关系进了你们工厂？我估计应该是，不过何十二要是回来了，你怎么解释他家房子的事？不是侄子说你，人家离开才几天的时间，你把人家房子推了干嘛？上级说道，供销社马上实行承包制，刘华强没得选，只能答应我所有的合作条件。签完合同后，我回到国营皮鞋厂，跟建国还有其他科长一起探讨皮鞋款式时，被周秀萍的侄子李晓打断。建国一顿臭骂后，李晓回到龙武村，发现周秀萍竟然把我的房子改成了猪圈和鸡窝。前几天下了一场暴雨，他家有一侧墙被吹倒了，我看他兄妹俩一直没回来，就买了几个猪崽子丢进去。这王八羔子现在什么情况？他还会回来吗？李晓皱着眉头，不是很清楚。我表哥呢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只要他回来，还怕他何十二什么？志华在县城一个鞋厂里当学徒，要不拿你单位电话给他打过去，让他请假回来。那小王八羔子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上次真差点没把我给送走。那行，我这就打电话过去。我们确定的方案是1986年张荣国在演唱会上穿过的皮鞋。从去年12月开始，内地大街小巷的报纸杂志全是哥哥那一身西装黑皮鞋的照片。第二天工作结束后，建国匆匆忙忙地跑过来，走，现在就跟我回龙武村。怎么了？我一脸奇怪，建国情绪很是激动。李晓那小子偷用了办公室电话，被我抓了个正着，一逼问才知道你家房子被周秀萍当成猪圈养猪了。周秀萍怕你回去报复他，于是就指使他打电话叫周志华回来。我的脸瞬间黑了，直冲向了工厂大门外。回到村里，看到自家已经倒塌的屋子，厨房养着的2头猪仔，猪屎拉的到处都是，室里床上站着几个公鸡，鸡屎遍地，浑是滔天的怒火一下就冒了出来，冲到了周秀萍家门口，一脚踹开了大门。臭三八，你敢扒我房子？屋子里没有人，周秀萍肯定是躲了起来。我找了一把黄瓜刀，开始在村里找人。建国看我要吃人的样子，赶紧一把拉住我。二哥，你别冲动，这事我们可以解决，但不能这么解决，咱们厂里还要靠你呢。要是你家房子被人当成了猪圈养猪，你能忍下去吗？这臭三八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战我底线，我忍不了。行，从小到大，我俩出去打架都是你冲在最前面，要弄人咱一起弄，要出事了咱们一起兜着。建国捡了一把西瓜斧，跟着我在村里挨家挨户的找人。周秀萍躲在进村的一条公路边上瑟瑟发抖。终于他看到了回来的儿子，一脸杀气无比。儿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何十二那小逼崽子是真要杀人了，现在还在村里到处找我。周志华从包里面拿出一把咸鱼刀。他吃了 BOSS 打吗？他现在人在哪里？这小畜生翻天了！头回你被他按着吃你的事情，我还没跟他算账呢。
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我们去找他，这小畜生的威风该消消了。我在村里寻仇的事情被村民告诉了村长洪国华，洪国华把我们带到了村委会做思想工作。你这孩子怎么跟闷葫芦一样？我在跟你讲话呢，你倒是吱个声啊！还有你建国，你是正国影厂的销售科科长，有这么大好的前途，难道你就想这么跟着何十二把人给打死，葬送了自己前途吗？华哥，要是你房子被扒了，你啥心情啊？洪国华是建国老妈的亲戚，建国老妈辈分比较高，所以和洪国华是平辈。小兔崽子，在外面别这么叫我。何家老房子本来就要塌了，倒了就倒了，村里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。你们要是打架动手，我全给你们送进去吃洋芋。正说着，外面传来了周志华的声音：“何十二，你有种的给老子出来！躲村委会算什么男人？我拿你家房子养个猪怎么了？你个小七八崽子，你凶给谁看？真以为我家没男人了？”周秀萍克死了几个老公，现在就一个儿子相依为命。村委会这会有几人正在看热闹，一看母子两个这个姿态，拿人家房子养猪养鸡这事，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。洪国华见我要出门，你给我在这里别动，你别忘了打人是犯法，抓进去了你妹妹怎么办？她还只有4岁，这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答案。说完走了出去。洪国华出来还只是刚开口，他们就开始破口大骂：“你说什么？你个老不死的，让老娘给他道歉！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小七八崽子上次在田里差点把我交代在那里，现在又拿着黄瓜刀在村里到处找我，真当人善好欺负是吗？”周志华扬着自己手上的刀子：“杂碎，你有种的，给老子出来！你看老子不一刀子戳死你个畜生！你家房子就是我拆的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”周志华说完，拿着刀子就要冲进去，好几个人过来拉住了他，一副今天非得要弄出点人命出来才能罢休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我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我操你妈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装逼我给你飞起来！大家都让开，让他过来。现场一片死寂，周志华炸毛了，大吼了一声，给自己壮胆：“老子要扎死你！”周秀萍也大骂了一声：“我打死你个王八羔子！”周秀萍刚冲过来，就被建国一脚给踹飞。周志华傻眼了，呆呆地站在了那里。周小伙，你知道老子想打你的梦想种子在心里已经埋藏了多久吗？我告诉你，从老子7岁那年，你打我一巴掌就开始生根发芽了。建国冲过去，对着周秀萍就是一个巴掌上。周志华刚刚一副神挡杀神的气势，站在我面前就没屁声了。他的表情就像是你手机里的第3个表情包一样，扎了他要坐牢，不扎刚刚装出去的逼该怎么圆？我目光逼得望着他，扎呀，怎么不扎了？老子敞开胸怀让你扎，你倒是下刀子。何十二，你别逼人太甚！我一个巴掌抽在了他脸上。何十二，你别逼我！我又一个巴掌抽在了他脸上。我逼你什么？我辛辛苦苦养的4个老母鸡，就靠着这4个老母鸡生蛋，给我慧慧加点营养。你居然偷了我一个母鸡！你不是整天拿着把刀子到处吹逼，说自己今天弄了谁，明天又把哪个老大给砍了吗？怎么这回没中了吧？狗东西，老子忍你很久了。一连串的耳光子打得周志华的脑子一片混乱。周志华终于扛不住，膝盖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你动真格啊！这话说的，围观的村民们一阵轰然大笑。以前看他拿着刀子挺吓唬人，没想到这孙子原来是个洋货。我一把抓着他头发，老子从来就不跟你开玩笑，拆我房子，你们娘俩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。12，凡事好商量，先撒开手。你俩难道非得要在这里整死他们娘俩啊？我拖着死狗一样的周志华到了周秀萍这边后，把他给丢在了周秀萍的边上。我爸妈走的时候我才16岁，慧慧才几个月大，人说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对母子是怎么对我们的？圈我家菜园，霸占我家果树，这我可以不跟你算。从2岁开始，这恶婆娘就拿针扎我妹妹，每一个针眼我都数了，一共43个。换你们家孩子被人这么虐待，你们会放过他吗？现在更把我家房子当成了他家的猪圈，这个世道还有王法，还有天理吗？说你们想怎么解决？我赤红的双眼望着这对母子，两人真被打怕了。洪国华一看两人不说话，赶紧开口：“你俩倒是表个态呀！拆了人家房子，总归要给个交代吧？”上集说到，寡妇周秀萍拆我老房子养猪，被我们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村长洪国华看我们2个打不动了，赶紧出来解围。你拆了人家房子，总归要给个交代。周秀萍浑身冒冷汗，约我可以赔1只鸡给他们。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心存侥幸？我对着建国大手一挥：“建国，走，把他家房子拆了。”周秀萍听到傻眼了，从地上连滚带爬的走过来，拖着我求饶：“你不能拆我房子，你拆了我们以后住哪里呀？”那你特么想过我们兄妹俩住哪里吗？我一把甩开了他，洪国华赶紧过来劝阻：“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倔强呢？让他赔钱给你，我组织咱们村里重新给你盖起来，怎么样？”对呀，是啊，让他们出钱把房子重新盖起来，给你升级成土砖的。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口，周秀萍赶紧表态：“给钱，我给钱，盖房子的钱我都给，但能不能不拆我房子？”我绝牛的劲上来了，就是不干。这时候王小玉牵着姚慧赶了过来：“
12，我有个想法，要么让他赔钱，要么我们把他家的猪宰了。要是把他家房子拆了，这臭女人肯定也会破罐子破摔，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货。你的事业才刚刚规划好，要是缠上这么一个人，他们啥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望着王小玉和姚慧，我冷静了下来。你说你怎么赔？我100块。原本想说50块的周秀萍被洪国华给打断。想要盖起2间土砖房，没有100块肯定下不来。都这时候了，你竟然还想着讨价还价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12给你家拆了？周秀萍连忙点头表示认同。我不想在王小玉和妹妹面前发火，冷漠地回了句：“你现在就去把钱拿过来，还有，马上给我把你养的猪给我弄走。”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回家去拿钱。母子俩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家。10分钟后，周秀萍把100块钱交到了我的手里，我转手就把这钱交到洪国华手里。感谢村里这几年来不去我家收公粮，如果没有话术你心善，我们兄妹俩可能活不下来。这是实话，村里公粮是有任务的，但是我的承包田产量一直很低，是洪国华一直都在想办法帮我拖着。洪国华想要拒绝。你这孩子，这是给你盖房子的钱，你要是用来给村里还债了，你们兄妹2个以后住哪里？华叔好人有好报，谢谢你。说完我就离开了。行了，老表哥，咱二哥现在不缺你这几个钱，人家县城里买了几百平米的大仓库，咱们准备搞把大的，多余的钱您自个去买瓶二锅头将就着，赶明我们兄弟俩发达了，带你去县里的发廊。你个小王八羔子，你还没事往发廊里钻呢？你爸妈知道吗？我就去剪个头发还不行吗？老古董。回到工厂后，王建国一脸兴奋。二哥，我找李狗蛋讲了咱俩在干的事情，没想到我那个顽固老丈人居然开窍了，接纳了我的建议。你准备一下，明天在我老丈人面前吹一顿牛逼，把他给搞定，咱们兄弟俩就真正的振翅高飞了。我并没有感到惊讶，这段时间龙腾县上头一直在开会学习，新来的县长拍着桌子要全面响应国家的号召，拖垮县里财政的国营厂，必须要改制承包下去。龙平镇国营厂被划入到了承包的名单当中。第二天，李狗蛋迫不及待地跑去仓库里一看，愣住了，因为工厂的库存已经被清理掉了一半。然后马上把厂财务王小玉叫过来询问，发现这段时间工厂里竟然进账了好几千块。没表态又跑到了厂房里，技术科科长季伯长无比兴奋，拿着一双他们刚刚搞出来的新款皮鞋。厂长，你看，如果这款鞋子给12拿到市场上去卖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卖爆？哦，新鞋，太漂亮了！哎呦，难搞，新鞋啊！李狗蛋拿着左看右看，觉得有些熟悉。你们这是哪里搞来的款式？这是大明星去年开演唱会时穿的同款皮鞋，咱们鞋子卖不动，不是质量问题，是款式问题。李狗蛋眉头紧锁，依然没有表态。厂长，技术科这边的人意思是要赶紧生产，这就需要从工厂财务支出一笔费用去打量。我现在要不要去批款？李狗蛋想了想，暂时不要动，厂里还欠着工人这么多工资，就这么多钱，要是一头砸下去打了水漂，工人们知道了肯定会闹事。我听建国说，那个叫何12现在就住在你工厂的宿舍里呢。是的，他们现在在开会呢。要不厂长，我们现在过去听听。李狗蛋点了点头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我卖掉了几百双鞋子的事情，李狗蛋已经知道了，但也并不代表他完全接纳了。刚走到门口，他就听到了我在里面侃侃而谈。鞋服未来市场绝对会有大批量的存货会被放出来，企业改革背景下，国营厂里积压的大量存货，这么大批量的存货一下子倾泻到市场当中，那就是价格战，毫无利润可图。那二哥，我们怎么应对？款式，唯有款式才能够从中脱颖而出。王小玉想要推开门，但被李狗蛋给打住了。你给我搬条凳子上来，我来听听这个能人有什么高见。好的，厂长，你等会。李狗蛋还真在外面坐着听了起来，刚开始有些本能的排斥，可听着听着，他入迷了。我所讲的每句话都是痛点，工厂翻身不是没有可能的。1个小时后，李狗蛋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或许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。小玉，你去批款吧，你们放开膀子去做，工厂交给你们了。说了这话后，李狗蛋就走了。王小玉背后喊了几声也没有回应。王建国贼溜溜地走了出来。小玉姐，咱们开会呢，你瞎叫那老顽固名字干嘛？老子尿都差点喷了出来。厂长刚刚是来了这里，他在外面听了有1个多小时呢。卧槽，你别吓我。你别紧张，厂长好像已经认可你们了，刚还跟我说让我去把打样的款子给批了。真的同意了，二哥成了，这是特么真成了，咱们可以大干一场了。上集说到，老厂长李狗蛋同意批款生产我们研发的新款皮鞋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李狗蛋竟然辞职了，并且推举了建国为新厂长。工厂这边没有问题了，我马不停蹄赶到了县城。供销社办公室里，刘华强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，一阵赞叹：你们鞋厂还真有点本事，这么快就搞出新款了，什么时候能够拿过来卖？
咱们先别着急买东西，首先应该要干的事情是团队培训，还有这供销社得改变。咱里面的柜台不都是现成的吗？我都按照你要求来做了，还有要改的吗？其实刘华强是抠，他不想出这个钱。供销社的承包合同他已经签下来了，上面也不会给他批款了，只能靠他自己。他只想快点开业，然后盈利。第一，让白开水培训这些售货员的销售技巧，这家伙是销售怪才，有经验。第二，柜台有一套详细摆放规则，卖鞋子的地方和卖衣服的地方区分，这样能给顾客提供较好的购物体验。第三，门口的那个台阶用推土机给推了，一个卖东西的地方，别搞得跟县太爷的衙门一样。第四，既然已经承包了供销社，要改名为多克多商场。第五，承包1个月部分报纸，上面印上多克多鞋服批发市场盛大开业，地址原供销社。最后我又讲了要成立新型销售公司的想法。这时候龙腾县还没有真正开放民营企业注册，需要挂靠国营单位，供销社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挂靠地方。刘华强这点也没有意见，不过他吞了吞口水。12，你这条条框框的我都很认可，可钱呢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这点我一路上已经给你核算过一遍了，估计要上万元。刘华强感觉脑门子有热血要飙出来。1万块钱，这是个万元户啊！我哪里弄这么多钱去？我听说刘主任在城里有3套房子，可以卖掉1套，凑一凑没有问题的。那怎么能行？那是给我2个儿子留的，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底呀！怎么像上了贼船？这小子贼精贼精的，连我家产多少都打听清楚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刘主任，你知道我在供销社门口卖了5天鞋赚了多少钱吗？2000块。别搁我这吹牛，你那是胆子大。你看看现在外边已经成了那些倒爷的天下了，你还能赚那么多钱吗？确实有些蹊跷，可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按照我的来做，咱们多克多商场就是全县乃至全市第1家鞋服专业综合商场，那时候做的就是全市的生意。你刘主任到时候日进斗金，信不信到时候你1个月赚1套房子都有可能？刘华强点了根烟，很是苦恼。主任，咱俩好像都没有退路了。你放屁！是我刘华强没有退路，我现在算是搞明白了，你就是在玩空手道，拿我的钱搞推广，自己独占了供销社最好的大门口柜台，而你的产品也不是你生产的，你就是个黑中介呀！刘华强带了一丝怒气，我叹了口气，感到可惜。看来我找错人了，算了，我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吧。说着走向了门口，刘华强也是急了。你小子难道就想这么撂摊子不干了吗？县里的承包合同我都已经签下来了，你这么跑了合适吗？那还能怎么办？刘主任舍不得投钱，你一下子让我掏这么多钱出来，而你是怂恿者，1分都不愿意掏，我发泄几句还不行吗？你给我过来，我们再好好的谈下后面的事情。于是我们又开始计划。半个月后，员工销售的招牌换上了多克多鞋服批发市场几个大字，对面不远处的一个大仓库也挂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新型销售公司。报纸发往各个家里，仅仅只是一个上午的时间，多克多商场门口就不停有人来询问具体的开业时间。第2天，我又去租了台货车，把广告挂在了厢式货车上，下了个大喇叭，让他开着车子在县城里转个10天半个月。广告的措施下来后，那就是商场货物品牌的问题。工厂资源这块，刘华强也在紧锣密鼓的一家家的联系。6月9号，建国从工厂里拉了2大车货过来，这也是国营皮鞋厂的所有家当，卖不完，工厂只能宣布倒闭了。建国和我下起了酒，就在这时，外面冲进来了一个男人，黑着脸。何时儿，你还真在这里啊？姚慧呢？我抬头看了一眼，果然前世的各路牛鬼蛇神一个个有序的找上门了。你的事情我听说了，那你爸欠我的钱怎么说？这男人正是我的舅舅周卫国，在隔壁镇一个制衣厂里做办公室主任，外公是那个制衣厂的厂长。因为外婆在世时给了妈妈一个手镯子，周卫国知道后没少上门来闹。父母消失后，周卫国更是上门来翻箱倒柜，几次没找到，就逼着才16岁的我签下了一张100元巨债的欠条。我知道你搞投机倒把赚了不少钱，我现在日子不好过，厂里发不出工资，你表妹他们还要上学，赶紧的，弄完了我还要去办事。周卫国一心只想要钱，没有丝毫的亲情可言。抱歉，这笔无头账我不会认。首先我不知道那镯子到底存在不存在，就算存在，那也是我外婆给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要回去。我就知道你会赖账，跟你爸一个德行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叔，咱有话好好说。二哥是赚了点钱，但你看咱们这刚开的公司，到处都要花销，你担待点。就你们这样还开公司？你这公司如果能赚到钱，我马上带着你外公上你家赔罪。不管你什么公司的老板，今天你必须要把钱给我还了。如果我不给呢？我抽死你个王八犊子！你吃了豹子胆了，在长辈面前这么讲话。周卫国抬手就抽过来，我一把给抓住了手臂，死死盯着他。嘿，你个小畜生，你转了几个子就眼里没人了，果然和你爸一样，是个养不亲的黄眼畜生。周卫国话音刚落，忍无可忍的我直接把他给推倒在地，然后走过来掐住了他衣领。
你个好吃懒做的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爸？我爸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人，而你呢？你个吃软饭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最后警告你一遍，我不是个没有脾气的人，你回去告诉你们周家，谁还敢来找我兄妹俩的事情，我他妈不会再顾任何亲情，马上给我滚！周卫国脑袋一片空白，这还是我那个以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外甥吗？白开水拿着鱼骨刀走了过来，周卫国眼看不对劲。记住，你今天给我动手的事情，要不是我着急办事的话，我会替你爸妈好好教育你。说完，赶紧往门外跑。周卫国跑出来就打电话给家里，把这事和他爸说了。一听外孙打舅舅，气得电话里大发雷霆。气归气，办事要紧。这小兔崽子的事情你先丢边上，先把多可多商场里的事情办好。刘华强总算是脑袋开窍了，整个县里都在议论。我估摸着开业那天他们门槛都要被踩破，我们厂里的货必须要进去。这是我给你下的军令状。肖氏，我和刘华强有关系，我刚到就给了他电话，这是我明天过去就可以直接签合同。好，那这事交给你了。刚你说啥来着？贺家的那小子开了个公司，门口一块牌子写上几个字就叫开公司了。我赔，谁给他的脸？这小子没读过书，就一农民，不懂法，估计手续都没有一个。等忙完了这事我就给他举报了。我那个女儿算是白养了，赔钱货。当年为了一个农民，他竟然骂我。父子俩在电话里各种骂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周卫国一大早的就到了多克多协富商场，这里已经人山人海，挤满了各大国营厂的厂家代表，大家伙围在刘华强的办公室门口。我说你们刘主任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到底是不是来签合同的？把我们晾在这里还谈不谈了？就是以前你们供销社的大门难进，原本以为改制了会好了，结果你们还是和以前一样。这种抱怨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一个售货员受不了了，脸一横，逼逼啥你们？签合同的事我们主人说了不算，要等做主的人过来。你们有谁要是等不了的，现在就可以出去。我们现在不缺的就是供应商。售货员一开口，人群中的各种抱怨声马上消失。周卫国扭头看到我，眉头紧皱。你来这做什么？你拿过家的工资，难不成还想和供销社做生意？我来这里需要向你汇报吗？你什么语气？有没有点做晚辈的样子？吆喝，中等，又见面了。周卫国看了下周围的人，冷静了下来。等我办完事后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然后趾高气扬地走向了那边的售货员，舔着笑说：“同志，我是你们刘主任的朋友，麻烦让我过去一下。”售货员皱眉望着他：“哪门子的朋友啊？”这是我的介绍信，你看一下。售货员看了后，想起了主任好像是交代过，于是准备放人。这时，白开水的声音响起：“当着我的面走后门，当我白经理不存在了是吗？”售货员反应速度很快，马上一溜烟地跑到了白开水的面前，齐声高喊：“白经理好！”这些售货员整齐如空姐的笑容，让所有人惊讶无比。我望着白开水叹了口气，默默地走进了主任室。小侯，这人想干嘛来着？报告总经理，那个人有介绍信，是主任的朋友。那也不行，让他滚蛋！小红从列队中踏出，声音嘹亮：“姓周的你好，我们白经理让你滚蛋！”周卫国脑子嗡嗡响。这小子怎么成了这里的经理了？如果他是经理，那何12呢？兄弟，让你滚蛋的，还像个呆逼似的！滚滚滚，别挡道！诸多嘲笑的声音入耳，周卫国气得直打哆嗦，指着白开水：“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出去给刘主任打电话。”说完，气呼呼地离开了。办公室里，我和刘华强整理出来了一个名单，一共8个服装品牌，5个鞋类品牌。不过，刘华强还是破了个规矩，说他一个亲戚找到了他，一定要把货塞进来，他放不下这个面子，我也就同意了。走到了自己柜台的位置，成熊牌皮鞋的招牌已经挂上了，正对着大门口，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兄弟，咱们终于要大干一场了！”照他就完呀！多克多协富商场，成熊牌皮鞋一件也按发价，全场6折起。广告炸了10几天，终于到了6月15日，这是我们开业的日子。早上6点多钟，商场门口就围了数百个人，商场里面已经全部准备就绪。白开水对着所有售货员大喊：“何老板讲了，只要你们带着客户过来买了鞋子，2毛钱一双的提成给你们，这样你们卖衣服有提成，卖我们鞋子一样有提成。有没有信心给我把成熊牌皮鞋的销量干起来？”有。打完鸡血后，白开水回到了柜台：“二哥、建国哥都准备好了。”将近1个月的努力，就看今天了。开业。大门一开，外面的人一股脑冲了进来，一边冲一边大喊：“成熊牌皮鞋在哪里？打6折的那个牌子！”大妈，成熊牌皮鞋在这边，今天不但全场打6折，而且我们还会有礼品抽取。看到那边的家具了吗？今天我们要送出去。你这小伙子废话真多，不用你解释，你就跟我讲这款鞋子卖多少钱。正宗牛皮，原价15块，折后9块一双，另外送您抽奖券。哼，给我包起来，快点，我还要去看看衣服。
就这样，成熊牌皮鞋的展位上围满了人，别的展位上人也不少。洗脑式的广告打了几天，成熊牌皮鞋已经深入人心。中午，刘华强夹着包凑了过来。12，你这卖了多少双了？刚接了几个批发单，已经走了2000双了。2000？对，晚点再说，正忙着呢。刘华强又走到另外一个摊位。小景，你负责的这展位卖了多少衣服了？小景很是兴奋。卖了50件了，主任，咱们可是签了合同的，1件2毛提成，你1分都不能少我的。好的。刘华强一路问过来，问得他整个人都傻了。回了办公室后，开业4个小时，我赚了1300，这么大的投机倒把涉案金额，我要进去多久啊？上头不会处理我吧？刘主任毕竟是体制内的人，忽然转变身份，还是有些难以接受。一上午的时间，档口卖了足4000多双鞋子，当中有一小部分是从别的品牌拿过来的。下午商场里很多展位货都卖空了，王小玉过来帮忙对账，她紧盯着账本。个10百千万12，你这没记错吧？王小玉非常震惊，因为上面卖掉的一共计了4200双鞋子，实际收了3万多块钱，除掉其他供应商调过来的皮鞋，有16000块钱，剩下的都是今天的毛利，总共有2万元，也就是说一天挣2个 W。实在太忙了，小玉你先帮忙核对一下，顺便帮我把项目整理清楚，我们都不太懂财务的事。好的呢。一直到下午4点多，鞋子全卖完了，仓库里还剩下几百双。白开水原本要拉过来的，被我给阻止了，因为工厂那边的货最早也要明天下午才能到县城。如果今天卖完了，明天上午档口里就一双鞋子都没有了。下班前我把售货员的提成给结算了。今天的销冠是周秀兰，接了好几个批发单，批发单的利润薄些，今天的提成是67块钱，这是他以前2个月的工资。其他售货员提成拿的最少的也拿了10几块，我站在前面给他们画饼。这点钱不算什么，只要你们跟我一起干下去，未来我让你们1年在县城里买一套房。更有可能的是，我说的是可能，以后置办彩电、冰箱、小汽车都不是梦。成熊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能让我见到钱的就是好老板，能改善我生活的老板就值得永远跟下去。成熊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口号声音很大，一个青年奇怪地看向了这边，愣了下，走了过来。小玉，你什么时候进城了？怎么没给我打电话？我好骑摩托车去接你。王小玉看到这青年后，脸色有些不太好。青年叫王小刚，就是小玉的娃娃亲。王小刚看王小玉不讲话，装作一副很是关心的样子。今天不早了，应该没法回龙平镇了吧？上我家去，你天天在念叨着你，顺便晚上我再带你去看电影。小玉有些尴尬，想了想，谢谢你李哥，我已经有安排了。安排？你住哪楼去？别任性，去我家。本来我是想下去你们龙鹏县去找你的，但你知道我们单位很忙，就耽误了。真的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已经有安排了。王小刚愣了下，在他的眼里，王小玉就是他媳妇，这是逃不掉的事实，就差去领证结婚了。他哪里知道，每次王小玉看到他都特别的恶心。我抓着一个麻袋走了出来。晚上想吃啥？有肉就好。王小刚眉头紧锁地盯着我。你是龙武村那个农民？一声农民，听得所有人心里都有些不爽。周秀兰脾气最大。我说你个小伙子怎么说话的？农民怎么了？不偷不抢种粮食，没农民种粮食你吃啥？王小刚有些尴尬。别误会，我没有看不起的意思，兄弟，我家小玉有时候会有些小任性，你没种田来这柜台上班，以后工作上多多担待下我家小玉，感谢感谢。王小玉不耐烦了，你别管我的事情好吗？王小刚一阵尴尬。你看吧，又任性了。我知道我这段时间没去找你，惹你生气了。这样，你叫上你这几个朋友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我请客。兄弟，担待点，他就这脾气。我勒个去，兄弟，人家摆明了不喜欢你，你还缠着人家干嘛？你一大男人，能不能要点脸？怎么缺你这顿饭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王小刚觉得有些不对劲，看了下王小玉。抱歉，我们已经下班了。说完，我们陆陆续续的走出了大门。王小刚的心情沉到了谷底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见寒。刘华强对了下账，今天进账了5、6千块钱，太多钱了。他怕不符合规矩，于是跑上级单位去汇报了情况。结果人家以为是来嘲讽的，还挨骂了，跑到我这里来了。说正事，县里现在什么态度？他们说我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让我拿着钱滚蛋，把我给轰走了。万没想到，老子年轻的时候是龙鹏县哥资本毒瘤尾巴的第一刽子手，现在好了，反而我成了资本家。那赚钱的滋味得进步。当然得进。我看你活该挨吗？真他娘的虚伪！上级说到开业第1天，我就赚到了2万块，
成了80年代稀缺的万元户。刘华强也接受了自己日赚5、6千成为资本家的事实。第二天，商场依旧热闹非凡，但边上的倒爷们彻底凉了，冷冷清清，无人游荡。商场一侧停着4、5台厢式货车，上面挂着商场的广告，这些全是开窍后的刘华强安排的。成熊皮鞋的柜台里依然火热异常，我一出现，白开水就赶紧凑了过来。二哥，赶紧去别的柜台调货，咱们这顶不了多久了。卖这么快？对，早上来了个外地批发商，一次性提走400多双，建国哥早上就赶回去了，新一批货也只有200多双，咱们得想个办法了。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问题，原本以为一天5、600双已经是极限，不料昨天就干了4000多双。龙平镇国营皮鞋厂一共才50多个人，生产力远跟不上市场消化速度。从这一刻开始，除了零售外，其余货都不要发出去了。告诉过来批货的人，付全款，1个月交货。我们要给厂里反映时间，不然工厂生产会乱。这行吗？哪有付款后1个月交货的？按我说的去做，咱们也只能这么干才有生意做，不然没货怎么办？柜台关门吗？白开水想了想，好像也只能这么干，然后马上通知了柜台售货员。果然没过一会，就有好几个外地来的批发商扭头就走，柜台生意一下冷清了。售货员一阵泄气，我笑了笑。你们要明白什么是卖方市场，卖方市场是我们说了算。现在我们的明星同款皮鞋是卖的不错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。鞋服不是高科行业，没有核心技术，人家看你卖的好，买回去卷尺一打，不出几天时间就可以给你搞出一模一样的。到那时候你就得赶紧撤柜换新款，而1个月的订单时间可以给工厂市场反映时间。我一点点的解释着，售货员慢慢的也理解了这种模式。下午的时候，这些流失的客户又全回来了，因为明星同款皮鞋市场就我们一家有，他们根本没得选，没有了库存不足的困扰。一下午的时间，又卖了和昨天相当的量。准备下班时，刘华强神色凝重的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一番讲述后，我眉头紧锁。刘主任，咱们这开业才2天时间，你就打着要过河拆桥的主意了，有点不太好吧？刘华强赶紧道。我这人虽然糊涂，但还不至于蠢。你小子把话讲得这么难听干嘛？我这不是来寻求你意见的吗？我冷笑了下。行，要意见是吧？我不同意他们进来，我也不管他是什么底子，我们按合同说话。我和12说不能进来，谁也别想进这个产厂。说完恼火的走出了办公室。刘华强着急了，刚要追出去解释，但电话机响了。王老板别讲了，我说了不算。你要有问题就去找成熊皮鞋的何12，我是这个商场的承包人，这商场是这小子运作起来的，没他就没有商场，就这样。说完啪的挂了电话，急急忙忙的来到柜台，赶紧问道：12他人呢？白开水似乎知道了刚刚发生的事，没好脾气。刘主任，昨天我还请你去了发廊剪头发，今天你就想背后摆我们刀子了？滚蛋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回去跟12讲，他不让进来的。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给他挡住。回来后，我把这事说了出来。今天有人来找了刘华强，愿意花5万进场费拿下我们这个柜台，如果不给也没有关系，把边上的柜台撤空给他也行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个品牌是来自于龙皮，对方叫王腾志，而龙皮是华夏第一块市场经济萌芽地，最开始是从鞋服市场起家，到了现在那边已经成了整个华夏鞋服第一制造基地。白开水愣住了，他知道倒爷街的鞋子全是从龙提进过来的。沉默半天后开口：那二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估计他们已经把我们的明星皮鞋给搞出来了。他们想进商场不可能，我估计一旦他们进不了商场，那肯定会在我们商场对面开店。这么一来的话，他们最少需要1、2个月的时间才能落地一个门店，我们还有反应的时间。别慌，咱们不差他们。好的，二哥。1天后，王腾志提了10万现金过来，直接把10万现金往柜台上摆，引起了整个商场的轰动。不一会就有很多人围了过来。何总，你看，咱们能聊聊吗？你把钱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？只要何总点头，这钱你就可以拿走。现场一片哗然，10万现金可是等于10套房子，各种眼红议论了起来。我非常轻蔑地瞥了一眼柜台上的钱，收起来吧，我对你的钱没有兴趣。王腾志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结果，又从皮包里拿出来了一摞钱，拍在了柜台上。这里有11万，我刚出差回来，公司里就只有这点现金，只要你和老板让出这个摊位，我愿意加到20万，其余9万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。我笑了笑，你就是给我50万、100万，我也不会让出这个柜台，也不会允许你进来这个商场，请你把钱拿走，这里这么多人看着，要是钱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和12概不负责。王腾志脸上虚伪的笑容把持不住了。何老板那么自信，这柜台能给你带来超100万的利润？我没想过赚多少钱，只是王总在市场的凶狠我略有耳闻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好走不送。人群中有人开始忍不住了，这小伙子脑子被驴踢了吧？20万啊，我们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，他一个柜台能赚这么多钱吗？就是，怎么这年头还有和钱过不去的？一群人各种指指点点，王腾志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，望着我冷哼了声。我王腾志来龙鹏县有5、6年的时间了，
踩下去很多同行，你不要以为今天靠着这个柜台能赚几个钱，明天后天依然还可以靠着这个柜台继续赚下去。王老板，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威胁你谈不上，只是觉得你有些给脸不上脸。王腾志一个手下把话接了过去，这话马上引到了柜台的售货员，全放下了手里的活。白开水手里拿着一个高跟鞋，指着那个手下：“你把刚刚的话给我复述一遍，让你瞅瞅成熊高跟鞋的质量如何？”王老板，你就这么放纵？你的狗在外面乱咬人，就不怕我关门打狗吗？续接上集，王腾志势必要我让出柜台，被我拒绝后，恼羞成怒，开口道：“咱们走着瞧，我在龙鹏县踩下去无数竞争对手，不差你一个。4个月之内，如果在龙鹏县还能看到王老板的皮鞋在卖，我何12的名字倒着写。好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！”说完，王腾志带着他的手下走了。白开水他们有些不太理解：“二哥，20万，这可是天文数字，你竟然正眼都没给一个！我们一天进账大几千，那20万算个屁！成熊皮鞋说白了就是个皮包公司，我们是可以直接拿了那20万走人，然后换个地方继续故伎重演。可是如果我把柜台卖了，这些员工怎么办？工厂怎么办？”这话其他的售货员都听到了，心里一阵感动。周秀兰有些担心：“王腾志这个人我熟悉，他花了几年时间才把龙鹏市场几乎垄断。何老板，这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，你要多注意。”我笑了笑，就没有1分钱是容易赚的。好了，姑娘们，过来领钱了。这一天的营收差了很多，毕竟已经过了开业的那个热度，其中80%都是卖的合同。我需要尽快和建国商量好产能的问题，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工厂。由于订单量忽然加大，工厂里的工人远远不够用。建国大手一挥，连做饭的阿姨都跑过来踩缝纫机了。这时候的建国黑眼圈很重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缝纫机，已经陷入了魔怔。我把他抓到了办公室，建国抱怨着说：“有事快说，时间就是金钱。你跟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可能一个鞋面就缝好了。你们这几天都这么加班的吗？那不然呢？你们太狠了，一天特么卖几千双鞋子，总要搞出来吧？”建国情绪激动，第一次因为厂里生意太好而发愁。脑袋先给我冷静点，一个厂长都跑过来缝鞋面了，那这场还不得乱套？就算你们这些人把缝纫机踩得冒烟，也完成不了我们的订单，赶紧改变模式。建国一想，好像也是。那二哥，你给我指点指点，老子真快疯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我这情况也有点不太好，被龙鹏县的龙体老给盯上了，我们需要换策略。你先看看这些。说完，我拿出一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碎纸片，建国看得眼睛都直了。咱们继续搞明星脚上穿的皮鞋吗？我把这鞋子照片在桌子上摊开。不，那是第1桶金，挖到了咱们就要撤，不能继续搞下去。那我们准备搞这个款式的吗？建国奇怪地看着这些照片，我点了点头。第一，咱们皮鞋质量好，老黄狗的牙齿都能磕掉，鞋子质量太好，他们就不会再买成熊牌皮鞋。第二，穿皮鞋的人都上了年纪，这类消费者比年轻人省吃俭用，一双皮鞋坏了会不停地修修补补，可以穿很久。规避这类的唯一办法就是搞运动鞋，定位时尚的年轻人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现在龙鹏县包括100公里外的龙体人全在集中搞皮鞋。建国听得一知半解。你讲的很有道理，咱们是要转型，但产能呢？第一，赶紧去招人。第二，县里不是还有好几个有规模的国营厂处于倒闭状态吗？你去找人家一家一家的谈，让我们给他们拉过去，他们帮我们代加工，做出一双达标的成品鞋，我们给5毛钱的加工费。加工费我和你们工厂平摊，而你们厂里全面开始搞运动鞋，2个月后，我最少要有20个系列的鞋子出来。又去抄吗？那不叫抄，叫借鉴。咦！第二天回到县城，员工校舍对面的国营商店被人承包了。白开水打听到消息后赶紧回来。二哥查出来了，承包的人就是王腾志，他真要顶着我们搞了。猜到了，是货躲不过，市场是自由的，我们不可能去阻拦人家开店。二哥说的是7月14日电影院门口，这是王小玉和我的第一次单独约会。我们进去电影院没多久，王小刚也出现了。他今天做东请单位的同事过来看电影，开场没多久，王小刚的同事从后面走过，看到我们，立刻跑去找王小刚。刚哥，我说个事情，你别激动。刚我在后面看到了嫂子窝在一个男人的怀里。王小刚回头就是一巴掌。你他妈是在侮辱我吗？我没骗你，就在后面一排，你过去看下就知道了。那男的我见过，是多克多商场里卖皮鞋的那个人。王小刚听到这里，一下慌张了起来。在哪场？带我去。王小刚过来的时候，我去买爆米花了，看见只有王小玉一人，踢了同事一脚。狗东西，你故意吓我的吧？你们走吧，我跟你们嫂子聊聊天。同事立刻离开了。王小刚坐在了王小玉的边上。王小玉一看坐下来的是王小刚，顿时觉得反胃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王小刚长叹了一口气。你以前不是说不喜欢看电影吗？怎么这回一个人偷偷来看了？小玉，我特不喜欢你这样任性的性格，你真的要改变？如果不改变，我们以后结婚了，日子怎么过下去？王小玉起身要走，被王小刚一把拉住。你看你总是这样和我说话，永远没法超过3句。你这脾气除了我谁受得了？上次在商场里，你和那个农民勾勾搭搭的，你不给我个解释就算了，你还甩脸色给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话声音很大，不少人看了过来。
王小玉很是尴尬。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了，不管我们爸妈怎么认为，我也不可能会和你有结果的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看看，每次你一生气，你就这样，我听到耳朵都生茧了。听歌话，呱。说着，王小刚准备过来抱王小玉，王小玉赶紧躲开。王小刚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王小玉，我警告你，你别蹬鼻子上眼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，我们就挑明了讲吧。从一开始就是你在自作多情，王小刚，我王小玉求你脑子冷静点，有点自知之明。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。臭婊子，你竟然敢背着我和别的男人约会，老子今天就不信治不了你。王小玉知道王小刚性格极端且反复无常，望着后排的人求救，求求你们，救救我！这是我未婚妻，我看你们谁敢插手。我一回来就看到王小刚在拉扯着小玉，拿起边上的拖把冲过去，对着王小刚的头砸了下去。王小刚痛苦地倒在地上，小玉立刻躲到我的身后。小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们走吧。别着急。我愤怒地走向了王小刚，他的同事反应了过来。兄弟，别人的家事，你给我听清楚，王小玉是我对象，谁动了她就等于接了我逆鳞。他同事被吓得跑开了，我拿着拖把就往王小刚身上打，他好几次想爬起来，都被我给打倒在地上。杀猪般的惨叫之后，王小刚连滚带爬的爬了出去。我走到了小玉的边上，小玉走，我们离开这里。电影院远处围墙下，王小刚气得要爆炸了。泡我未婚妻，还追着老子打！我和王小玉青梅竹马这么多年，老子手都没有碰到过一次。现在好了，一个农民回去必须找他爸要个说法。王小玉的父亲是个功利心非常重的人，王小刚的父亲是他在县里的最顶头上司，儿女婚姻的事对于他而言是一场交换。第二天，建国过来了，我把通宵设计的小白鞋图纸拿了出来。建国，你看这双鞋怎么样？你觉得如果推出去有没有市场？鞋子真漂亮，有，肯定有。没有鞋带的小白鞋在80年代特别流行，而我设计的小白鞋有鞋带。这种款式放在几十年后烂大街，但放在这80年代，简直就是一记王炸，肯定会被年轻女孩所热捧。和建国商议后，决定马上投产，由隆平镇国营厂开始全面生产小白鞋。至于皮鞋，全部外包。建国找了4、5个工厂代加工，生产力自然就跟上了。在货源充足之后，我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，全面降价。一双鞋子成本是4块5，以前零售卖9块，直接降到5块9，批发价1块钱利润就出。我要迅速积累大量的现金。到了7月22号，我账上总资金达到了57万。而王腾志的龙体鞋业商场明天就要开业了，刘华强有些着急了。这龙体老在对面跟我们对着干，12，你这有什么法子没有？有啥法子？放心吧，明天我会让他们过得很痛苦。先部署这个，刘主任有个事情我需要你帮我。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！你说吧。我查了下相关政策，魔都那边已经放开民营企业政策了。我想注册第一家民营公司，只是前几天跑了一遍，相关部门把我申请单收了后，说了一句等领导回复后就没消息了。你是体制内出来的人，需要你帮我去疏通下。没问题，明天我去找夏主任。民营企业挂靠国营单位，这种产权不清晰的模式，后续会带来很多麻烦。现在开放了民营企业注册，但必须要有50万才能注册，这就是我不惜降价快速收拢资金的原因。小白鞋要在上市之前用自己的品牌冠名，所以要快点把这个公司给注册下来。王腾志的龙体鞋业已经进入试营业阶段，对成熊皮鞋的生意影响很大，最少拉去了1半的人流量。我望着对面一阵沉默，不一会，一台桑塔纳停在门口，王腾志下车后笑哈哈地走了过来。何老板好啊，这生意下了不少啊。上次来你们柜台的时候，那叫一个人气爆棚，现在怎么惨成这样了？王总，在鞋服市场，没有谁敢说自己是常青树。不说别的，只要是卖鞋，放眼全国，还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卖得过我们龙体人。小老弟，市场比你想象的还要残酷。对了，要是你这柜台想卖的话，到时候还是可以找我，我给你2500。王老板自信可以，但不要自负，自负是会玩火自焚的。说完后，我不再搭理他，走进了商场。我要看着你倒闭关门。回了柜台后，我把所有人都叫了过来开会。各位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形势有些严峻，对面好像已经要吃定我们了。周秀兰开口就骂：奶奶的，我们定什么价？他们始终比我们少2毛，而且还搞出了和我们一模一样的明星款皮鞋，他们太没有原则了。我笑着说：正常，咱们不也是仿的别人吗？我让白经理统计了下库存，仓库里还堆着4万多双明星款皮鞋，明显对面已经卖得比我们便宜了，我们还降价，只能是成本价，所以我需要和几个姐姐商量下提成的事情。几人一听就明白了，周秀兰当即开口：何总，这都好说，我们和你共同进退。这几个月，我们谁不是赚了好几千块钱，都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巨款了。就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都不要提成，一直到打倒对面商场后再说。几个人热烈的拥护，我心里一阵感动。谢谢几个姐姐不离不弃，你们放心，这只是暂时的。何总，你打算定什么价？我觉得无论如何，最少要比对方便宜5毛，不然没气势。我笑了笑，5毛气势还差了点。既然他们也在主推明星款皮鞋，那就用这款鞋子打得他们满头是血。零售2.9块，
批发价2块。那这不是在亏血本卖吗？对，就是在亏血本卖。从明天开始就打着成熊皮鞋100天清点，全面放假。小白，晚上你等对面下班后开始布置广告物料。收到。第二天，龙体鞋业正式开业，王腾志几乎把他这些年所积累的客户全叫了过来。开业1个多小时，他们总订单数量就超过了1万，主要集中在两广经销商身上。这2人联手就拿了9000多双。就在王腾志好不乐哉的时候，马路的那边忽然传来了一个很魔性的广播声音：成熊皮鞋，成熊皮鞋，庆祝本公司成立100天，老板大吐血，明星同款皮鞋不卖9块9，只卖2块9，只卖2块9，2块9去不了新加坡，到不了加拿大，快来看一看哦！4台架着大喇叭的厢式货车停在多克多商场的大门口，喇叭正对着龙体鞋业循环播放。真牛皮，卖2块9，我在王总这里的进价就是5块，我还玩个屁啊！就是对面这个成熊皮鞋是什么来头？有几个人开始偷偷议论了起来。两广经销商盯着对方看了一眼，搞咩啊？苏总，这成熊皮鞋是何方神圣啊？苏林东想了想，黄总，要不我们过去看看怎么回事？不好吧，王总这边怎么交代？交代个屁！我订了他5000双皮鞋，他1分钱没少，我的和那些拿100双的一个价。好像是这么回事，那我们过去看看，如果合的话，这边我退了，反正没给钱的。看着2个大户走向了对面成熊皮鞋，其他人也全跟了过去。龙体鞋业的售货员傻眼了，赶紧进去向王腾志汇报。王总，对面成熊卖2块9，我们怎么玩啊？你放屁，他们成本都达到4块，怎么可能会这么便宜？上集说到王腾志鞋城开业，我突然把鞋价降到2块9一双，瞬间把他的客户全抢光了。王腾志气匆匆找了过来，刘华强，马上给我把这喇叭给撤了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要看不爽，你也可以整个喇叭在你店门口叫。刘华强，你别太狂。老子拿黄瓜刀砍人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吃奶呢！别给我在这里狗叫！这边的巡捕所所长可是我小舅子。刘华强说完进了商场，王腾志的马仔想要冲进去，被王腾志给训了回去。大傻春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刘秃子不是好惹的人，亲戚很多，特么感觉除了县长，其余人全是他亲戚，惹不得，滚回去！那2个广省的大户来到柜台前。你好，你就是这个档口的老板吗？我笑了笑，对，你好，我叫何12。何总，我刚看了下你的鞋子，质量很好。我和苏总2个人在廣省出貨量比較大，想問下你這裏有多少貨？要是價格可以的話，我們想全部吃了。我試探性地問，有點多，你們要吃多少？苏林東笑着說，哪怕你有10萬雙，我們也吃得下。我和黃總除了國內業務之外，在港城還有個貿易公司，專走南洋這條線，1年出貨量很大。我笑了笑，抱歉，廣省的我不賣。為什麼？看你這架勢是在清倉，這麼好的機具你都不把握。黃牛很是不解，我想了想，要不去我們公司看看，我有些別的貨可能你們會更感興趣。如果我們能夠達成合作，我想我們未來不可限量。聽我這麼一說，2人感到非常好奇，跟着我來到了星星銷售公司。進了倉庫後，2人眼睛都看直了，滿滿一大展櫃，30多個運動鞋款式，有跑步鞋、籃球鞋、網球鞋等等。黃牛滿臉笑容，真是想不到，這麼一個普通倉舍裏竟然擺放着這麼多新潮的運動鞋，若是拿到市場上肯定能夠大賣。這就是我清倉庫的目的，準備轉型了。2位老闆，你們是這個行業有成就的人，有自己獨特的眼光。如果這些鞋子給你們拿到廣場去，你們能把銷量打開嗎？當然，你打算怎麼合作法？我只招一個省級代理，而且還是有條件的。如果2位能夠把我鞋子廣告弄進廣省全運會，我可以把省級代理給你們啊。2人沉默了。全運會確實是一次很不錯的推廣機會，但看我這規模，不相信我有這實力。黃牛笑哈哈地說，何總真有宏圖大志，開口就要打進全運會，你可知道進全運會需要多少錢嗎？蘇林東接着說，先不說工廠資質審核問題，就我們去了解的，一個最差的廣告位就是10萬起。那最貴的需要多少錢呢？小伙子，別玩太過火了，一個稍微好點的也要30萬起。 2人已經有了要離開的想法，他們已經對我下了定論，強行解釋下去只會讓人更加的反感。那2位，要不別着急離開龍鵬縣，多去了解下我們新興公司，也多觀察下我們公司後面的一些動作，搞不好你們會對我們有些改觀。可以，我們也沒有別的事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會在龍鵬縣。後面幾天時間，黃牛和蘇林東一直在觀察我的櫃台，越觀察越感覺到心驚。倉庫裡有幾萬雙皮鞋，偏偏就是每天只放2000雙出來，外地來的客戶都不去別處進貨，天天排隊在門口搶限量的2000雙。在這過程當中積累下來了龐大的客戶群體。幾天後，劉華強把我叫到了辦公室，面色擔憂地拿出來了一沓檢舉信。這是監管部門今天轉達到我這裡來的，全是投訴稱熊鞋櫃擾亂市場，你的活動
到底什么时候搞完？你搞得其他门店无生意可做，狗急了可都是会咬人的。更何况你还抢了人家的饭碗，尤其是王腾志，组织了很多商户每天向监管部门写信。不着急，你再帮我撑段时间就好了。不过监管部门那边对我没啥意见吧？你觉得呢？要不是那边领导是我大舅子，你觉得我顶得住吗？但有人把举报信写到县长那里去了，我没辙。县长是外地调过来的，我把我家网上30代的族谱都翻了，真扯不上亲戚关系。你这是得罪哪一路神仙了？人家都直接在县长面前直接建议抓你判死刑了。说着又翻出来一封信，我打开后看到最底下的名字，我坐不住了。虎毒还不识字，说到底老子还是你亲外孙，你就这么盼着我死？这个人你认识？认识，八八镇国营皮鞋厂的厂长周建华，我亲外公。这老登够阴毒啊，自己亲外孙都能下手。我冷静了下来，想了想，刘主任，你帮我约下县长，我想和他聊聊。你当县长是我家佣人啊，随便就能约到。你就帮忙牵着线，我们必须要从源头解决问题。如果县长认可我了，你觉得龙鹏县还有人敢在我背后使妖吗？你找下你小舅子，是应该不难。刘华强想了想，好像是这么个理。成，我想想办法。你怎么知道我还有个小舅子在县长办公室？蒙的。反正江河县到处都是你小舅子。几天后，刘华强的小舅子真约到了县长。我和刘华强来到县长办公室，这时候办公室的人有点多，吵吵闹闹，全是些国营厂过来要财政补贴的。刘华强一阵感慨：以前我也和他们一样，天天在县里吵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讲话，仔细地打量着县长尹长江，身上带着一股正气，但也非常的疲惫。显然应付这些事情已经焦头烂额，看这些人嘴巴说个不停，尹长江有些脾气上头了。你们既不想走人，又不想承包，还想着铁饭碗，可能吗？这已经不是大锅饭的时代，你们给我断了这个心思。上级说道，亲外公写信给县长举报我，只因他看不惯我皮鞋卖的便宜卖得好。我让刘华强帮忙约见县长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县长的办公室，人有点多，全是些国营厂过来要补贴的。人群中有人说道，尹县长，我们知道咱们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，但市场经济哪有这么好搞啊？难搞！你们看看那边的刘主任，你们总该认识他吧？供销社不就被他们搞得风风火火吗？而你们的……人群看向了刘华强，全都说不出话来了。一句话，要么就承包，要么就让位。你们回去好好领会上头传达的精神。县长说完，这些人全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。刘主任，让你们久等了。你们有什么事麻烦尽快讲。2点钟我还有个会议要去参加。现在已经是1点52分了，只有8分钟的时间，根本讲不了我想讲的事情。我直接拿出来了一份申请材料。尹县长，这事可能还需要您开口才行。我咨询了相关部门，谁都不敢签这个字。尹长江拿材料看了起来，越看神色越严肃。你可知道注册公司的现金要求是什么吗？我又拿出了一张存款证明。我知道需要50万，这点我们新兴公司已经达到要求了。星星，你们就是最近2块9卖着牛皮鞋的那家公司吗？是的，尹县长。尹长江蹬了蹬脚上的鞋子。你们鞋子穿着挺舒服，我秘书看便宜也去帮我抢了2双，没想到质量会这么好。至于注册公司的事情，上面是有文件下来，个人可以注册公司。你先跟我讲讲，你是怎么规划这家个人企业的？我先是从鞋子入局，后续的设想是做个全系体育品牌，会有服装、体育用品等等。尹长江听得很是入神，我成功把他拖住了。1个小时过去后，尹长江对着边上的青年说：王秘书，你给陈局长那边打个电话，就说我临时有事情去不了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王秘书离开后，我问了句：领导，你这每天都这么忙吗？尹长江颇为头疼。我办公室门口现在已经成菜市场了，一天最少要见10几个人，全是关于企业改制的。国营厂的职工谁都不想丢了铁饭碗，都是过来说情的。12，你是年轻人，脑子也灵活，你来跟我讲讲现在龙鹏县的国营厂改革应该怎么推行下去啊？一旁的刘华强心里惊了，县长居然会特意避开了所有事，听一个20多岁的青年意见。我笑着说：说到底还是一个赚钱不赚钱的问题。我个人认为，县里需要有一个标杆出来，让这些国营厂的厂长都知道，承包是可以赚大钱的。树标杆3个字，让尹长江有了醍醐灌顶之感，愈发想听下去。我继续讲了起来。树标杆是第1步，第2步是让这些工厂真的能赚到钱。那县里就要有打造核心产业的意识与大局观。比如说龙鹏县，因为距离龙体仅100里路的原因，所以鞋服加工厂有很多，完全可以把这块核心产业做起来。核心产业有了，那就不会缺过来批货的经销商户，只要有人来下订单，那这些工厂还会要倒闭吗？原本只有8分钟的我，在县长办公室里足足待了2个小时。尹长江被说动了，当场说明天就去多克多商场全面考察。那张申请表尹长江留下了，我知道能不能批就看明天的表现了。所以回来后，我马上让柜台的人做准备工作。第2天，外公周建华满怀期望到了多克多商场，结果一看我的柜台不但没有被封，而且还非常火爆。
气得直冒青烟。龙鹏县做皮鞋的同行个个叫苦连天，尹长江是眼睛瞎了吗？这种行为还不抓起来判刑？周建华拿了一条凳子坐在了柜台中间，给我把你们老板叫过来。杨金花非常礼貌地讲：老人家，你要些什么款式？我来帮你介绍。我说让你把何12这臭小子给我叫过来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杨金花脾气也上头了。我说你这老头，大早上的跑柜台骂我们老板干嘛？不是过来进货的就请你离开。骂他怎么了？他何12再大的老板，那也是我的种。杨金花很快反应了过来，试探地问了句：你是冯总的外公？知道我是谁了，还不让他马上滚过来？售货员听得有些恼火，但毕竟是老板的外公，所以都没有讲话。我得知周建华过来找事后，立马赶了过来，看到他那副臭脸如同前世一样，令我无比恶心。我看了看柜台有这么多经销商在，忍住心头之火，开口道：有事就说，没事就麻烦你走人，我还要做生意。你也配说做生意几个字？你把你鞋子卖这么便宜，想过同行的感受吗？马上给我把你的鞋子撤了，然后跟我去投机倒把办自首。我周建华丢不起这个人。一听到说撤柜，经销商全都看了过来。请你马上离开，别在我柜台搞事。你眼里还有没有尊长？你敢对我这么讲话？老当，你有脸在我面前提尊长2个字？我从小到大在你眼里不一直是野种吗？你不是到处说迟早哪天要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，让我一家死无葬身之地吗？这话听得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原本以为周建华会没脸，结果还理直气壮的。你妈的命是我给的，没有我就没有你们，我想收了你们的命就收了。怎么，你这是想要反抗吗？你要点脸吗？老逼当，你最好别在我背后搞那些恬不知耻的小把戏。还有，我警告你，让你那个废物儿子别再来搞事，再来我腿给他卸了，马上从我档口滚出去。周建华要气炸了，边上的经销商也看他不顺眼。老头，有你这么见不得自己外孙好的人吗？人家鞋子卖便宜关你屁事啊！赶紧滚蛋！对，有本事你们鞋子也这么定呀！一时间10几个经销商全开口。周建华知道还待在这里只会被继续围攻。我就不信龙鹏县没有人治得了你这黄眼畜生！你给我等着！说完后，周建华就往门外走。我冷静下来，对白开水说：县长马上要来了，这回不能出一点差错。不知道周建华还有什么招，你待会在门口看着，只要看周建华过来，你就给我把人给轰走。周建华咽不下这口气，他跑去县投机倒把办，找到了他的老同事林建业，他是投机倒把办的一个队长。一听周建华被自己外孙给欺负，林建业二话不说，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多克多商场。